2026年新年的鞭炮声刚刚散去，人们本该满怀希望迎接未来，然而迎面而来的却不是节日的祥和，而是一股扑鼻而来的备战硝烟味。就在新年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高调展开了实弹军事演习，代号正义使命2025。从2025年12月29日开始，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了陆海空、火箭军等多支力量，分别在台海以及台湾岛的北部、西南、东南，甚至东部外海同步军演。演习科目包括对海突击、区域制空、联合封锁等，规模之大，来势之汹汹，让整个台海笼罩在剑拔弩张的氛围中。对许多人来说，节日期间看到战争般的场景，无疑是一盆冷水泼灭了新年的喜悦。官方媒体口径称，这次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换言之，北京当局选择在新年到来之际，以军事强硬姿态亮肌肉，强调其武统意志，丝毫不给节日缓和气氛留余地。当烟花散尽，我们闻到的不是春节的爆竹余香，而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火药气息。这正是中共当局刻意塑造的心理预期。2026年将不是一个平凡之年，而是一个需要做好战斗准备的年份。在如此剑拔弩张的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2026年的新年贺词。表面上，贺词延续了往年的基调，总结过去一年的成就，描绘新年的愿景。然而，如果细心体会，其中几句话的分量格外沉重，甚至透出一丝血腥的味道。习近平在贺词中特别提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这句话听起来似曾相识，毕竟祖国统一一直是官方宣传中的高频词汇，但真正听懂这句话的人此刻却不寒而栗，因为他们明白这句看似平常的表态背后隐藏着非同寻常的信号。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用了历史大势这个说法，强调统一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以往谈及两岸问题时，北京方面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然而这一次整段话里却不见和平二字，只有冷冰冰的不可阻挡。这绝非措辞的随意遗漏，而是刻意为之的转变。当最高领导人宣称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时，他实际上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强硬讯号，即便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动用武力，中国也要完成所谓祖国完全统一。对比去年此时的表态，这种措辞的细微变化极具意义。短短一句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就将和平选项彻底搁置，为武力方案留下充分想象空间。血浓于水的两岸同胞情谊可以成为宣传时的柔性词汇，但当接下来一句话话锋一转，暗示着历史进程要以任何代价推进，那股透出的血腥味儿就无法掩盖了。毕竟，如果没有和平途径，那所谓的不可阻挡，终将意味着枪炮相向，血流成河。习近平在贺词里埋下的伏笔，对敏锐的人来说，不啻于警钟长鸣。正如开头所说，听懂这句话的人已经在暗自为未来做打算，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的对策之一竟然是卖房。其次，习近平还提到了过去一年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并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这些看似寻常的历史纪念，其实处处剑指台湾。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强调中国战胜外敌、收复失土的历史功绩，而首次官方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则是明晃晃地向世人宣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正当性。要知道，此前中共并没有专门纪念台湾于二战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节日，如今突然把台湾光复拿出来大书特书，这难道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单纯纪念吗？不，它更像是在为未来光复台湾，哪怕台湾实际上早已不在日本手里，埋下舆论和法理基础。可以说，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戏已经拉开序幕。当局先是塑造历史脉络上的必然性，营造出统一是先烈一致、民族夙愿的氛围，以此来为可能的行动证明。因此，习近平贺词中的历史必然趋势几个字，对一般人或许只是场面话，
但对那些高度关注局势的人而言，无异于警钟长鸣。正如开头所说，听懂这句话的人已经在暗自为未来做打算，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的对策之一竟然是卖房。在中国社会，房子不仅仅是栖身之所，更承载着家庭的财富和希望。过去20年来，买房几乎等同于致富的代名词，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造就了无数人的财富神话。然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尤其是2021年以来，随着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和开发商债务危机爆发，楼市繁荣的泡沫开始破裂。到了2023年和2024年，全国各地的房价接连下跌，房子只涨不跌的神话被打破。许多中产阶层惊觉自己的房产市值在迅速缩水。据财新网一篇题为《经济温差之谜》的报道披露，过去3年，中国居民财富蒸发了超过200万亿元人民币，而其中绝大部分损失正是来自房地产市场的崩盘。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中国一整年的 GDP 总量。这篇直击经济痛点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删除，但资本市场和老百姓心里都清楚，房地产的黄金时代结束了。那么，房地产与习近平贺词中那句话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听懂历史大势不可阻挡的人会想到去卖房呢？原因就在于，当一个国家开始为战争做准备时，房地产往往是第一个被祭出的牺牲品。房子之所以曾经保值增值，是因为和平时期经济稳定，政策鼓励投资炒房。但现在风向变了，高层强调房住不炒，这绝不仅仅是为了民生考量，更是为了降低金融风险，积累资本，以备非常之需。如果国家未来几年要集中财力应对一场大战，决策者绝不会允许资源继续沉淀在一个虚胖的房地产泡沫里。事实上，早在近年，中国政府就开始有意给房地产降温。一系列严厉调控措施，从3道红线约束开发商融资，到限制银行房贷占比，再到各地严控房价虚高，无不显示出官方对楼市过热的警惕。这些措施直接引爆了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巨头的债务危机，房企纷纷暴雷，更不用提许多城市的二手房价格腰斩，投资客哀鸿遍野。表面看，这似乎是决策失误导致的经济放缓，但如果放在备战的大框架下审视，或许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冷酷逻辑。与其维持一个最终迟早要破灭的泡沫，不如主动刺破它，让资金脱虚向实，流向更关键的领域。当前的迹象显示，官方正在默许甚至鼓励房地产进一步出清，各大城市纷纷松绑限购限售政策，试图把最后一批接盘侠骗进市场，以便让开发商和银行甩掉包袱。据统计，2025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30座城市宣布解除楼市限购限售措施，包括广州、杭州、天津等地全面放开，就连北京、上海也降低了购房门槛，试图以此刺激买气。然而市场信心依然低迷，房价并未因此止跌回升。聪明的老百姓已不再上当，与其在高位接手一套未来可能成为牢笼的不动产，不如趁早卖掉，把钱握在手里。毕竟，在乱世中，现金和黄金的保命功能远强于一套空荡荡的房子。更何况，一旦局势恶化到某种程度，房产这类固定资产将变得极不灵活，甚至可能成为沉重的累赘。如果战争爆发，城市遭受打击，房子恐怕只剩废墟一堆。还有一层原因更让人心惊，有人担心未来为了承担战争庞大的开支，政府可能通过隐形税收方式来动员全民财富，而房地产正是最容易下手的一环。想象一下，如果当局将来祭出所谓战争债券或特别财政征缴，手中有多套房产的人肯定首当其冲，被要求奉献。与其坐等被剪羊毛，不如先行变现走人。从近年的迹象来看，这并非杞人忧天。比如，有些地区已开始变相试点房地产税，以共享发展成果的名义，对多套房家庭额外征收财富。再比如，各地政府财政吃紧，有的地方开始拖欠公务员工资，削减福利。所有这些让精明的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财富正在被无声的稀释，用来填补更大的无底洞。因此，
真正听懂习近平贺词深意的人，并没有沉浸在那些歌功颂德的喜迎新年词藻里，反而开始悄悄重整自己的资产配置。他们当中，有的把房子挂牌出售，宁可降价求现；有的换汇将资金转移海外，以免日后资本管制下财产被关在笼子里；还有的人干脆移民，为自己预留退路。这些行为的共通点就在于一个逃字，为潜在的风暴提前找好避风港。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情况真有那么糟糕吗？卖掉家庭的房产，不就等于断了自己的根吗？是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愿意轻言放弃房子这份家业。但正如俗话所说，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当国家最高领导人口中透露出不同寻常的强硬信号，当周围的氛围越来越有备战色彩，普通人务实的本能就告诉自己，至少要在最坏的剧本中保全性命与资产的一部分。卖房正是这种避险本能的体现。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剧本让人们开始未雨绸缪，如临大敌？答案或许就在那个关键词大一统。大一统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带有特殊的历史意涵，指的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高度集中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天下经过战乱或分裂之后，能重新实现大一统，一直被视作功垂千秋的丰功伟业。然而，大一统从来都不是靠谈笑风生得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背后是白骨如山；明清驱逐蒙元，平定天下，也是血雨腥风。近代中国历经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才由中共在1949年建立新政权。而这次北京当局口中的大一统，针对的对象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际独立运作的台湾。习近平多次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并将解决台湾问题视为在中共建政100年及2049年之前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对他个人而言，统一台湾不仅关乎所谓民族大业，更是为自己的历史地位奠基的政治遗产工程。毛泽东解放了大陆，邓小平收回了香港和澳门，而习近平若能拿下台湾，将被塑造成超越前人的民族英雄，载入史册。可以说，这是他心目中一场必须举行的祭天大典，用来向历史证明他的使命与荣光。然而，这场大一统的祭典需要有人充当祭品，而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所谓精心策划的极大一统基献祭，意味着为了完成统一这个伟业，统治者准备好了让整个国家承受痛苦与牺牲，把人民当作可以付出的代价。翻开历史书，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从前有帝王为求长生不老药，煽动数万劳工造仙山赴蓬莱，结果徒劳无功；也有君主任性挥霍国库，打造宫殿和军备，最后倾国之乱由百姓埋单。在近代，我们经历过大跃进式的乌托邦实验，为追求一时的指标辉煌，数千万人饿殍遍野。每一次所谓伟大的计划出现时，祭坛上的贡品往往都是黎民百姓，付出的鲜血和代价往往由人民承担，而计划的发起者则往往全身而退，甚至名留青史。今天，习近平筹划的这场大一统大业，无疑也是一个需要全民献祭的庞大工程。试想，要以武力攻取台湾，需要怎样的国力支撑？首先是军事上必须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武器，扩充军备，训练兵员。这几年，我们看到国防预算年年上涨，新锐战机、航母、导弹齐齐亮相，高科技实力提升固然可喜，但也意味着社会资源正源源不断从民生领域流向军工铁流。再看看意识形态和社会层面，官方大力营造强军氛围，媒体鼓吹厉兵秣马，以战止战。校园里，爱国主义教育全面升级，学生们被灌输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思想。大众文化中充斥着抗美援朝、对日作战等军事题材影视剧，网络舆论上仇美、仇日、武统言论甚嚣尘上。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整个国家正在被动员起来，一步步走向准战时状态。经济布局调整方面，大规模投资军工、芯片等战略产业，即使短期回报有限，
也在所不惜。同时，对房地产、线上教育、娱乐等行业下重手监管，挤压不必要的泡沫，让资本更多流向关乎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领域。资源战略储备方面，中国近年来加紧粮食、能源等关键物资的战备储备。据统计，国家粮食库存已达到历史最高水位。2023年甚至一度传出国家收储碘盐备战的谣言，引发民众疯狂抢购食盐。虽然事后官方辟谣，但也显示出公众对战争物资的高度敏感。与此同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的扩建也在提速，确保一旦外部供应受阻，国内仍有充足的能源周转余地。外交和同盟方面，北京在国际上日益摆出对抗姿态，一方面加强与俄罗斯等战略伙伴的走近，另一方面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日趋紧张。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持美元资产，试图降低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同时也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以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拥有相对独立的资源供应链。法律与动员方面，政府通过立法为战时体制铺路。近年修订通过的国防动员法、预备役人员法，强化了企业和公民在战时的义务。未来一旦需要，人人都难置身事外。此外，新颁布的反间谍法以及对言论管控的加强，例如将侮辱英烈行为定罪等，从法律层面为全面动员和高压维稳清除了障碍。舆论预热方面，宣传机器正在进行战争心理动员，官方媒体频繁挂出备战打仗等标语，高层讲话中提及战争的频率骤然上升，对外的敌对调门明显提高。影视作品充斥抗战和军旅题材，网络上稍有软弱，言论即遭围攻。整个社会的舆论场仿佛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民众情绪被调到了随时迎接冲突的频率。以上种种无不经过缜密计算和部署。对习近平而言，他深知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处于上升期与挑战期交织的节点。如果赶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因自身问题而分神之际提前在台海动手，或许能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事实上，一些时事分析人士推测，北京真正瞄准的时间窗口可能不是外界盛传的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而更早的2026年前后。因为一方面，中国军力发展差不多已完成第一岛链内决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台湾在2024年选出了对北京更为强硬的新总统赖清德。未来几年两岸关系恐更加紧张，与其坐视台湾越走越远，不如早下手为强。果不其然，赖清德在2026年元旦发表新年讲话时，也罕见地警示民众，今年对台湾来说非常关键，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也做最好的准备。当台湾领导人都公开谈及最坏打算，无非就是指战争风险，我们就更能体会出习近平贺词中那句不动声色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有多么沉重。既然这场大一统运动已经箭在弦上，我们普通人更该看清谁将从中受益，谁将沦为代价。官方的宣传画卷里，统一后的场景何其美好，民族复兴水到渠成，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将步入新的繁荣富强。然而现实真会如此吗？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让我们设想几种可能的剧本。如果北京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势，即便最乐观的假设解放军迅速取胜，拿下台湾，接下来等待中国的会是什么？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理，他们势必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乃至科技禁运。中国这4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经济成果，大部分建立在融入全球体系之上，一旦被全面脱钩，外贸锐减，产业链断裂，大量企业倒闭，失业潮涌现，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将大幅贬值。我们已从俄罗斯身上看到某种预演，遭遇制裁后，商品进口受限，技术断供，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中国经济体量虽大于俄罗斯，但对外依存也更深，若陷入类似困境，其冲击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简而言之，统一台湾带来的民族荣耀，换来的却可能是整个中国陷入经济倒退的泥淖，而承受这一切的正是普罗大众。再看军事上的代价，
台湾问题不是一个真空，背后牵动着复杂的国际军事角力。美国或许不会直接出兵与中国爆发大战，但极可能在暗中大力援助台湾，拉长战线。战争一旦持久化、扩大化，中国将面临源源不绝的消耗战。届时，前线士兵伤亡惨重，后方百姓日夜煎熬。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对中国而言，大规模伤亡早已是几十年未曾经历的痛。哪怕解放军武器先进、士气高昂，现代战争的杀伤力也远非当年可比。一旦开打，城镇摧毁，基础设施中断，难民潮四起，甚至不排除中国本土部分地区遭受军事打击，例如美日对解放军沿海基地进行精确空袭，这一切都将直接冲击普通人的生命安全。那些现在谈论统一头头是道、满腔热血的人，真到了需要他们或他们子弟亲赴战场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坦然走向炮火？更何况，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施，中国无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一代年轻人若战死沙场，对每个家庭都是无法弥补的灾难，对整个民族的人口结构和长远发展而言，更是难以承受的重创。退一步讲，即便统一不是靠战争，而是通过某种和平方式完成，比如在极大压力下逼台湾谈判妥协，就真的皆大欢喜吗？恐怕也未必。台湾长期奉行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迥异，哪怕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实际治理将面临巨大挑战。为了消化，台湾势必要投入天量财政资源进行建设和扶持，这笔钱从哪里出？最后还不是得全体纳税人买单？而统一之后，为防范各种不稳定，必然要在台湾长期部署维稳力量，甚至驻军以防不测，这无疑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开销和麻烦。更别提在统一过程中，大陆方面很可能不得不对台湾民众做出各种优待承诺以换取民心，但羊毛出在羊身上，优待台湾的成本最终会转嫁到内地老百姓肩头。试想，若未来中央财政斥资补贴台湾建设，可能内地某些省份的基建项目资金就被削减。若统一后为笼络人心，允许台湾居民享有更优惠的教育就业条件，内地青年难免心理失衡。这种种潜在矛盾很难在宣传口中的皆大欢喜中真正消除。更阴暗的推测，统一台湾对中共而言还有一层副收益，它将成为一剂强力镇静剂，麻醉国内对所有其他问题的不满。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尤其是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以至于官方干脆停止公布相关数据，社会保障压力陡增，每一项都足以引发民怨。但一旦进入战时状态，所有这些矛盾都会被要求让路，一切批评声音都可以扣上不爱国、破坏统一的大帽子，被迫晋升。百姓越是生活困顿，统治者越需要一场对外的伟大胜利来转移视线。以往封建帝王遇到灾荒民变，喜欢搞祭天大典、加封神灵，试图用精神力量巩固统治。而如今，大一统事业就成了中共面对内忧外患时的一张王牌，一场对外的民族主义胜利，足以暂时压制国内一切不满。只是这张牌的代价无疑巨大无比，几乎是在玩火。如果稍有不慎，战事不顺，那反过来将成为摧毁统治合法性的导火索。但或许在决策者眼中，哪怕只有1成的成功希望，也值得豪赌一把，因为赌输了是天下共丧，赌赢了则江山永固。面对前方可能的风暴，每一个普通人都已站在历史的齿轮之中。我们无法左右齿轮是否转向战争，但至少可以决定在风暴来临时如何自处。聪明人已经开始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避风港，正如我们讨论的那样，有人卖房换现，有人分散资产。也许有人会嘲笑这种行为过于悲观，天下哪有那么巧，真会打起来。然而历史一再证明，凡是心存侥幸、缺乏警觉者，往往成为巨变的牺牲品。1937年的上海滩上，有多少达官显贵以为淞沪会战很快就结束，日本人不会进城，结果财产散尽，流离失所。1949年前夕，又有多少富商权贵笃信共产党不会真的没收资本家资产，结果只能仓皇南下，白白错失转移财富的良机。如今我们谁也不愿这样的剧情重演，但未雨绸缪，
总比事到临头徒呼奈何要强。当然，每个人境遇不同，能做的准备也各异。有的人或许无法轻易移民离开，但至少可以在心理上做好过苦日子的打算，别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经济幻想。有的人可能舍不得卖掉唯一住房，但至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超前消费，降低债务，以免经济危机来时陷入绝境。还有的人也许身在体制内，不方便表现出悲观，但至少可以在内心多一分清醒，不要被狂热的舆论牵着鼻子走，轻易让自己沦为炮灰。听懂习近平这句话的人都在卖房，这句网络上的调侃透露出的其实是理性思考后的无奈选择。没有人真心愿意看到两岸兵戎相见，因为无论哪一方，老百姓都将深受其害。然而，如果掌权者执意要拨动战车的履带，我们只能祈愿最坏的情形不会发生，同时尽力为自己留条退路。或许有人说，我们这样的分析太过杞人忧天，但宁可事前有备，胜于事后涂炭。最后，不妨再回味一下习近平贺词中的那句话：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历史的车轮确实滚滚向前，但它碾过的每一道坎坷之下，往往压着无数凡人的血肉。我们当然期盼中国真正的强大与统一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实现，而不是建筑在百姓鲜血与民生破碎之上。如果统一最终是以献祭人民的幸福为代价，那将是这个古老文明难以承受之重。希望决策者三思而行，也希望所有普通人都能保持清醒，在狂热的口号面前留一份质疑，在绚丽的愿景面前懂得计算成本。愿当历史书写新的篇章时，不再重演以血换和平、以命搏地业的悲剧，